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.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.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't do. Well, I'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't become you. I have no regrets, yeah, I'll tie up my chest up. Never forget what it's like to be in debt. Let my money show. I'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't let go.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. I feel this pain, you already know.这台车子跟你之前的 CBR 1000 Triple R 有什么样外形啊，或者是引擎动力的感觉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？我觉得这台车整体起来比较线性，它的扭力跟它的动力来说，相对来的比较温顺。跟我之前那一台比起来，它没有所谓的5、6千转阀门开的那种动力带的那种感觉。OK， 那外形上面你觉得差别呢？我觉得这一代的10R来的比较现代化，包含它的头灯，包含它的车身都有做小，还有它的屁股都有去做一些特别的设计。你觉得这一代10R整体起来感觉如何？因为我之前是骑 R1 嘛，然后所以 R1 的骑起来的感觉跟这台骑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第一个动力方面，我就很明显的就是在低速在起步的时候 ，R1 会有个通病，
就是它在低速的时候会抖，可是这一台在同样的那个坡道上坡的时候，那个抖的状况是几乎低速上坡的时候，那个抖的状况是完全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在动力的输出上面的稳定性，我觉得有比R1还要好，因为R1那个抖动是嘚那种抖到是好像有点快要熄火的感觉，就是你知道你那个离合器放太多，然后油门没有补不够的那种感觉，起步的感觉，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样子，对啊，这是我觉得一个现在目前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差别。然后再来是我很喜欢它的引擎的声浪，就是它的声浪呢，就是你在快排退档补油的时候，它给你那个回油的那个补油感，然后我觉得它比R1明显很多，然后我很喜欢听那个声音，对，而且那个声音是很浑厚的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它只是原厂管，我觉得原厂管的声音就有带来这么浑厚的效果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。那你觉得现在这一台它的外形上面的设计，你觉得如何？像这一代的造型啊，我觉得一眼看到的时候，其实老实说我有点难接受，因为它那个尖尖的样子啊，我觉得有点像是本机的感觉。可是看久之后就觉得它很杀，而且它跳脱了现在很多那种主流的那种前面是一个流线上来的设计，它把空力套件它是整个融合在车头，像我们现在知道很多高级的车子嘛，它就会直接就会附那个就是扰流翼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就是像比如说CBR 1000 Triple R， 它就是会有多2块扰流翼在侧边，然后还有像是S1000R 对不对？它的也是一样，它会做两边跟那个 V4S 跟杜卡迪的 V4S 一样，就做2个那个飞机翼在旁边这样。可是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简洁的设计，它把整个空力的造型整合在车头里面，然后我觉得这样的造型看起来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两边太突兀了，凸出来，而且比较 fit， 就是整体的造型是很流线，而且它同时它的真正是有实质的功能，像我们知道说这次它的整体的下压力它增加了17%嘛，而且甚至它的风阻系数还减少了7%，所以我觉得它这次改变虽然只有在车头是最大的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，这个部分是对车子在骑乘的稳定性是有相当的帮助，对啊，确实啊，我昨天在西滨的时候，我一路这样子回来，其实西滨风还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在西滨的稳定性其实还蛮好。从西滨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这台车是+1交车，所以我从西滨回来的时候，我有尝试过整个趴下去躲在这一块后面，它会让我们有一股感觉，就是关窗户的那种感觉。原本你戴着耳机听音乐会有风切声，可是当你头一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声音会有突然变小，然后音乐声就变得特别明显。像我们刚刚其实有交换骑嘛，因为你这一台车其实是有刷全马力的，我这台车是还没有刷的。那你觉得有刷全马力跟没有刷全马力，你觉得感觉差异在哪边？你有觉得有明显的差异吗？我觉得刷完电脑之后，它变得更线性，它变得更顺畅，它的打档这部分感觉会变得比较顺畅。你觉得140匹的情况跟200匹有明显的差异吗？输出的感觉？我们目前还没有骑到啊。对啊，也是啊。其实，在台湾的山路真的200匹很难用到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我们刚刚其实努力的稍微拼了一下，可是其实真的你要在这样的山路要拉到超过2档以上，其实很难。而且其实它的1档跟2档到2档的时候，其实拉到高转时速已经是非常快。是。所以说你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小弯道很多的情况下，其实根本很难真的拉到2档的高转。虽然说现在这一台的动力被阉割到只剩140匹，然后可是它140匹马力的峰值，的转速其实是在9500转，所以意思是说你要拉到9500转的时候，之后你要再更高，你才有可能再需要更多的动力。可是实际上你在这么多的弯道连续弯，其实很难说要一直能够拉到说超破9500转。在一般台湾的山路啦，对啊，我觉得，意思是说，就是我觉得可能，也许对我来说，我并不是
那么厉害的高手，所以我很难去意识让转速能够 keep 到马力的峰值。所以我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差异性是还好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相信说，可能真的有高手，就是像你可以拉到过那个转速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说动力的差异。